这是一个人神共存的世界。很久以前，天界的上神为了寻求刺激，封印了自己的力量，前往人间和人类一起生活。神明将与怪物作战的力量作为恩惠赐予人类，得到恩惠的人类就成为了神明的眷属。地下城里，白发的少年被一只巨大的怪物追得抱头鼠窜，眼看就要葬身牛口之时，金发战士美就废柴，2刀将怪物砍成2半，溅出的血把白毛整个人染成了红人。面对着美丽剑士的询问，少年的春天到来了。于是大街上的冒险者们就看到了一只大红人一脸笑容狂奔的奇景。白毛少年叫贝尔，虽然有一个让所有动物闻风丧胆的名字，但却只是一名闯地下城还不到半个月的1级小菜鸡。贝尔对救下他的女剑士艾斯一见钟情，缠着工会招待艾伊娜打听艾斯的消息。艾斯是洛基眷属下的5级冒险者，因为剑术出众，被神明赋予封号剑之公主。看着贝尔春心萌动的样子，艾伊娜给他泼了瓢冷水。且不说贝尔和艾斯之间的实力差距，两人分属不同的眷属阵营，想搞到一起都难。初恋的小火苗刚冒出来就被无情掐灭。贝尔无精打采的将今天赚取的魔晶兑换成钱。不过临走前，艾伊娜还是鼓励了一番贝尔，他如果变强的话，说不定艾斯就能看上他了。从凶恶的怪物手中保护女生，他的爷爷说过，邂逅就是要在地下城里寻找。贝尔回到了位于破败地下室的家，刚进门就被双马尾巨乳萝莉热情迎接。萝莉正是上神赫斯提亚，而贝尔是他唯一的眷属。就是这上神混得实在有点惨，还得亲自打工赚钱养家。隔壁野良神听到后点了个赞，因为自身弱小没名气，在人间还不能动用神力，赫斯提亚招不到其他眷属。但即便和贝尔蜗居在简陋的地下室打工，他也非常开心。贝尔的等级刻印在背上，每晚都会由赫斯提亚帮忙更新状态。对于贝尔喜欢上艾斯的事，赫斯提亚有一点吃味，更别提贝尔在见到艾斯之后，甚至觉醒了罕见技能一心憧憬。早熟与思慕之情同时维持效果，思慕之情越强，效果就越大。不过赫斯提亚并没有将这个技能告诉贝尔，因为一旦技能公开，他很有可能受到其他上神的争夺。第二天，贝尔一醒来就接受到了女神满满的福利，吓得他赶紧穿衣服出门去探险。走在路上，贝尔突然感觉到一股视线紧盯着自己，结果一回头差点撞上餐厅的女仆希尔。希尔将贝尔掉落的魔晶还给他，见他没有吃早饭，还将自己的便当送了出去。作为交换，他希望贝尔晚上能来这里吃饭。漂亮小姐姐的请求，贝尔自然是答应的。贝尔来到了地下城打怪升级，因为对艾斯的思慕之情触发特殊技能，贝尔的实力在1天之内突飞猛进，从小杂鱼变成了杂鱼，这让赫斯提亚醋的不行。晚上贝尔按照约定来到餐厅吃饭，被老板娘狠狠宰了一顿，还正巧遇上了洛基神和他的眷属们，于是命运使然，贝尔再次见到了梦中情人艾斯。贝尔当场呆愣在原地，觉得这一趟真值。结果还没开心多久，同属洛基眷族的狼人伯特就将当时被艾斯救下却吓破了胆落荒而逃的贝尔当作酒后笑话讲了出来，还肆意嘲笑对方是个弱鸡，根本不配站在艾斯身边。被贬低的一文不值的贝尔自尊心严重受挫，饭前的梅夫就夺门而逃。之后贝尔就像疯了一样，不断在地下城里打怪升级。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够强大，是没有资格去憧憬艾斯的。无论如何，他都想要变强，因为有了技能加持，贝尔的成长速度极为惊人。看到贝尔把自己搞得一身伤回来，赫斯提亚心疼不已，他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贝尔变强，但是希望对方不要再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中了。随后赫斯提亚表示自己将要离开3天去办事儿，贝尔特地回到餐厅将饭钱付给老板娘，并诚恳地道了歉，也多亏了女仆希尔的劝说，老板娘才没有找他麻烦。冒险者这个职业最不需要的就是逞强耍帅，就算再凄惨，活下去的人才是赢家。被一番鼓励之后，贝尔再次踏上了打怪升级之路。众神的宴会上，美神弗利亚发现了躲起来偷吃的赫斯提亚，他对赫斯提亚唯一的眷属非常感兴趣。赫斯提亚和洛基不对付，两人只要一见面就会因为欧牌大小的问题打架，虽然往往都是赫斯提亚惨败，但是搓一把洛基也通常会大受打击。不过赫斯提亚参加宴会的目的不是洛基，而是锻造之神赫菲斯托斯。在赫斯提亚没有找到眷属之前，他没少在赫菲斯托斯那儿蹭吃蹭喝，两人也算是一对损友。赫斯提亚对着赫菲斯托斯就是一个土下座，希望对方能帮自己唯一的眷属贝尔打造武器。没办法，他们实在是太穷了。贝尔见到地下城那些装备精良的冒险者，总是很羡慕，但橱窗里价格昂贵的武器却是一把都买不起。知道赫斯提亚什么德行的赫菲托斯当然拒绝，这就跟一个老是跟你借钱吃你东西还1分没还过的人突然说求你了借我100万吧，这搁谁都不答应啊。但是赫斯提亚这次的态度实在太坚决，为了让贝尔拥有一把强大的武器，赫斯提亚在赫菲斯托斯面前跪了整整3天。贝尔想要走上更高更险峻的道路，道阻且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贝尔求得一把能够披荆斩棘的武器。最后赫菲斯托斯还是被感动了，他答应亲手制作贝尔的武器，当然不是免费的，锻造武器的钱赫斯提亚不管多久都得还清。路过餐厅的时候，贝尔被猫娘拜托将钱包转交给参加怪物季却忘带钱包的希尔。所谓怪物祭典指的是嘎尼萨
眷族主办的1年1度大型祭典，他们会在斗技场表演驯服怪兽。正好赫菲斯托斯的武器也打造完毕了，赫斯提亚背着刀在祭典上找到了贝尔，拉着他约起了会。然而就在两人甜蜜之际，弗利亚却偷偷潜入了竞技场，放倒守卫，放出了场内的所有怪兽。一只巨大的白猿怪物冲出斗技场，直奔赫斯提亚而去。贝尔赶紧拽着赫斯提亚逃跑，白猿在身后紧追不舍，两人慌不择路跑进戴塔卢斯街，白猿从天而降，砸在街面上，贝尔被轰飞出去。眼看着可怕的怪物一步步靠近赫斯提亚，贝尔害怕的浑身颤抖，但他还是抄起刀刃冲上前。然而贝尔人菜刀也菜，菜刀光荣阵亡，还没路边街灯给白猿的杀伤力大。贝尔趁机拽起比他还菜的赫斯提亚继续跑，凭借他的力量是绝对保护不了赫斯提亚的。于是他反手将赫斯提亚锁在大门外，决定莽上去拖延时间。他已经不想再失去家人了。爷爷在因为野兽袭击去世后，孤身一人的他决定成为冒险者，但是由于实力弱小，没有一个上神眷属愿意收留他。而正当他绝望之时，赫斯提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在贝尔心中，赫斯提亚不仅是他的神明，还是他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的家人。看着贝尔义无反顾地冲向白猿，赫斯提亚只能徒劳着拍着大门。竞技场逃走的怪物共有9只，上神嘎尼萨立刻让眷属寻求其他神族的帮助，凭借他们的力量很难保证在场群众的安全。倒霉孩子贝尔这边靠着灵活的机动躲避着白猿的攻击，然而被逼得抱头鼠窜的他根本不是白猿的对手，2下就被掀翻在地。这次可没有艾斯来救他了，白猿张开血盆大口。然而就在此时，原本逃走的赫斯提亚居然又跑了回来。白猿见状，立刻调转矛头冲向赫斯提亚，贝尔只好带着人继续跑。两人躲到高墙后，暂时躲避白猿的追捕。赫斯提亚回来当然不是来送的，而是他总算想起了自己背着刀，他得在这里更新贝尔的状态，让他拿着刀打败白猿。见赫斯提亚如此坚定，贝尔也不再迷茫。与此同时，白猿也找到了两人藏身之处。在赫斯提亚的一通必胜 buff 加持下，贝尔虽然心里没底，但还是带着刀冲了出去。锋利的刀刃一下就砍断了白猿的锁链，这刀是一把活物，刻上赫斯提亚的神圣文字后，他会和主人一起成长。也就是说，贝尔越强，这把刀就越强。赫斯提亚高喊着让贝尔相信他，相信这把刀，并且相信自己，这就是他现在的力量。为了保护赫斯提亚，贝尔的内心逐渐坚定，他凭借灵活的机动和白猿缠斗着，瞄准时机俯冲而下，一刀正中白猿胸口。白猿化成灰消散了，只留下一块插着刀的巨大魔晶。贝尔做到了，他凭借自己的力量干掉了可怕的怪物。赫斯提亚兴奋地扑向贝尔，围观的吃瓜群众也都出来为他们鼓掌欢呼。而好巧不巧，这一幕正好被干翻了其他逃走怪兽赶来支援的艾斯撞了个正着。艾斯转身离开，赫斯提亚也耗尽了力气晕了过去。目睹一切的罪魁祸首弗利亚功成身退，餐厅的老板娘收留了2个小可怜，让赫斯提亚在楼上休息。艾尔在得知贝尔是给自己送钱包而卷入祸乱中后非常愧疚，但是贝尔英勇战斗的英姿也撩得他心动不已。赫斯提亚醒来之后，贝尔赶紧围上去嘘寒问暖，顺便问了那把刀的来历。一见刀鞘上刻着赫菲斯托斯，贝尔吓懵了。赫菲斯托斯家的武器贵得离谱，赫斯提亚这是把自己卖了吗？赫斯提亚正是知道贝尔总是把脸贴在赫菲武器店的橱窗玻璃上，才会厚着脸皮去求了这把刀。他讨厌一味的被供养帮助，却什么都帮不上，所以在贝尔因为艾斯变强的时候很焦躁。他比任何人都想要成为贝尔的力量，因为他是他的神。贝尔感动得泪流满面，扑上去抱住了赫斯提亚。小菜鸡贝尔的冒险这才刚刚开始。加上最近数值提升飞快，于是主动要求去探险更深一层的区域。艾伊娜当然不同意，要知道贝尔前2天还差点死在第5层，贝尔只好脱了衣服把自己的数值亮给对方看。贝尔的能力确实得到了飞速提升，艾伊娜也松了口。不过还有一件事，艾伊娜瞄了一眼贝尔寒酸的装备，约他明天一起去逛街。第2天，贝尔一早来到约定地点，才发现半精灵小姐姐换了便装，顿时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被艾伊娜抓住一顿洗面奶。艾伊娜这时约贝尔出门是为了给他买护具，并直奔赫菲斯托斯眷属的店铺巴别塔。贝尔赶紧拒绝，谁不知道赫菲家的东西贵得要死？进台一看，那些装备精良的武器果然贵得要死。就在贝尔震惊于一把刀居然要3000万的时候，店铺的门一开，从里面出来的人居然是赫斯提亚，偷偷打工还债，居然被发现了。赫斯提亚赶紧转移话题，质问贝尔怎么又带了个漂亮妹子。在得知艾伊娜是贝尔的顾问之后，又担心人家妹子勾引贝尔，老母鸡护崽一样操碎了心。
阿依娜带着贝尔来到塔的上层，这里装潢相比楼下寒酸了很多，但价格更平民，因为这里出售的都是新手锻造师的武器，为了赚口碑打响名气，武器都卖得很便宜，所以能淘到不少好东西。果然，贝尔就在一堆随意堆放的武器里淘到了一副质量很好的轻铠，锻造师的署名为韦夫尔·克洛佐，虽然价格接近1万，但是质量确实好，贝尔一咬牙买了下来。阿依娜提议贝尔之后探险组个队，至少要雇一名支援者，效率会大大提升。临别前，他将一副手甲作为礼物送给了贝尔。冒险者的生命非常脆弱，他认识的很多冒险者都没能回去，他不希望贝尔也是如此下场。一顿间接表白下来，两个人都闹了个大红脸。贝尔在回家路上遇到一名冒险者在追杀小人族小姑娘，于是仗义出手挡下了冒险者的攻击。小姑娘一眼注意到了贝尔发光的刀，希尔餐厅的精灵同事刘小姐正巧路过帮忙解了围，躲起来的小人族小姑娘嘴角挂起了阴险的笑，完蛋了，财外露了，我已经能想到接下来的剧情了。果然第二天，穿上新装备出门冒险的贝尔就被身为志愿者的莉莉蹲守了。贝尔觉得他眼熟，但莉莉将自己伪装成了兽人，又是卖惨又是卖萌，让心软的贝尔答应自己当他的支援者。有了赫斯提亚之刀后，贝尔砍怪的效率大大提升，莉莉一个劲儿的吹捧，眼睛死盯着贝尔的刀。他诱使贝尔转身去割掉最后一只蚂蚁的脑袋，自己趁机顺走了贝尔背在身后的刀。贝尔兴高采烈的拿着满满的战利品来到工会，一听贝尔的志愿者是苏魔眷族的人，艾依娜有些担心，因为那个眷族的人有一种莫名的狂热，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刚说完，他就发现贝尔身后只剩下了刀鞘，刀已经不见了。一看赫斯提亚给的刀丢了，贝尔的惨叫声响彻云霄。莉莉将刀拿到店铺卖掉，然而这把刻了赫斯提亚符文的武器是专属于贝尔的刀，到了别人手里就跟死了一样，甚至连木头都砍不断。店铺的矮人认为这是废品，只肯出30块钱，这让莉莉非常不甘心。在贝尔手里削铁如泥的神器怎么可能只值30块？然而他刚走出店铺，就迎面遇上了希尔和刘小姐。刘一眼就认出莉莉手里的刀是贝尔的，毕竟刻满符文的黑色匕首并不多见，于是叫住了莉莉。莉莉死不承认，刘转身用硬币打下了刀。莉莉仓皇逃跑，跑出巷子，却正撞上满大街找刀的贝尔。莉莉再次伪装成了兽人装无辜，刘将刀还给了热泪盈眶的贝尔。刀在回到贝尔手里的那一刻，再一次绽放出光芒。没想到吧，人家是认主的。刘见到莉莉的伪装形态，也没有节外生枝拆穿，倒是希尔笑眯眯凑过去警告了莉莉一句。贝尔这个傻白甜自然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还觉得莉莉人好，对他发起了正式的雇佣，属于是被卖了还要给人家数钱的那种。神器在前，莉莉当然不会死心，但是这一次贝尔怕刀再丢，已经把刀收到了手甲里，于是短期内莉莉没再搞什么幺蛾子。有了莉莉的支援，贝尔在地下城赚的数量越来越多，因为莉莉坚持不要佣金，于是贝尔分出1半报酬给莉莉。莉莉没有感激，她只是觉得非常奇怪，身为冒险者的贝尔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赚了大钱，贝尔就想请自家上神吃顿好的。前一晚还在因为贝尔不爱他酗酒哭得要死要活的赫斯提亚瞬间支棱起来，也不管自己宿醉头疼，让贝尔6点半在广场等他，自己则去神殿浴场做保养。一听在天界对男人完全不感兴趣的巨乳萝莉有了男人，女神们八卦的飞起，组团偷窥小情侣约会。贝尔到了广场，发现这里全都是卿卿我我的小情侣，顿时害羞的扭扭捏捏。可惜精心打扮的赫斯提亚连对象的小手都没拉上，贝尔就被一群女神抢走，一顿揉搓，上下其手洗面奶。赫斯提亚拽起贝尔一路狂奔，各种走位，总算是在天黑躲开了女神们的追捕。难得的约会泡汤，但跑到塔顶的两人也欣赏到了不错的夜景。贝尔保证以后一定会请赫斯提亚好好吃一顿。苏魔眷属的冒险者总是对金钱带着一股莫名的狂热。在又一位苏魔眷属因为魔晶兑换大闹公会后，阿依娜不禁担心起了身边跟着莉莉的贝尔。莉莉因为弱小，一直受到眷属其他成员的欺压，还要定期给他们上供保平安。莉莉虽然表面上毕恭毕敬，非常害怕，但是可以看得出她在为更大的目标攒钱，而且对贝尔的刀势在必得。但是贝尔圣母傻白甜，几次相处下来，让莉莉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感觉。眼看贝尔危险，还下意识地使出了隐藏的魔剑。贝尔并没有追究他的秘密，反而很感激对方救了自己，给他分点心，还准许莉莉请1天假参加眷属机会。因为莉莉的请假，贝尔索性也休息了1天，去将便当盒还给每天给他带饭的希尔。因为莉莉的魔剑，贝尔对魔法非常
憧憬。见此，希尔借给他一本其他客人遗落的《轻轻松松学魔法》，靠着想要保护家人的决心和对艾斯的信仰，还真就让他误打误撞领悟了魔法的真谛。赫斯提亚打工回家，就看到贝尔栽倒在椅子上睡着了。晚上给贝尔更新状态，赫斯提亚惊悚地发现，贝尔居然真的学会了魔法火焰闪电，还是不需要咏唱前摇的瞬发技能。好家伙，这就是欧皇的人生吗？赫斯提亚让他明天去地下城打怪的时候试一试，但是得到魔法技能的贝尔太过兴奋，大半夜偷跑进地下城，用瞬发魔法开始炸鱼塘，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走到哪里，贝尔才从兴奋中回过神，结果就因为魔力枯竭，一头栽倒在地。说来也巧，刚解决完击败层主返回的里维利亚和艾斯路过，艾斯认出了贝尔是当时被无辜波及的白毛少年，他想要补偿贝尔，于是主动留下来照看。贝尔一睁眼就看见自己枕着女神的膝枕，被摸着头撸毛，甚至还有暴衣福利，顿时紧张的不知所措，原地打滚逃跑，搞得艾斯莫名其妙，为什么他总是要逃呢？逃走之后的贝尔也后悔不已，连续好几次在女神面前社死，他已经没脸见人了。赫斯提亚当然不知道贝尔偷跑去了地下城，一觉醒来看见贝尔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缩成一团，还以为昨天的魔法有什么副作用，翻开魔法书一看，赫斯提亚傻眼了，因为贝尔看的根本不是什么轻轻松松学魔法，而是只要看一眼就能学会对应资质魔法的神级道具魔导书，而且还是一次性用品，只要看过一遍就会彻底报废的那种。最重要的是，这东西的价格堪比赫菲斯托斯店里的一级武器，把他们卖了都赔不起。贝尔瞬间冰冻，虽然闯了大祸，但贝尔还是拦住了想要去毁尸灭迹的赫斯提亚，带着书去餐厅向老板娘道歉。原来希尔早就知道了这本是魔导书，他就是故意让贝尔看的。老板娘也没说什么，反正是这本书的主人丢三落四，怪不得别人。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杂货店里寻找着什么的艾伊娜正好遇上了前来补充装备的洛基和里维利亚，同为精灵族，里维利亚帮艾伊娜出钱给洛基买了苏魔眷属的酒，借此交换了洛基得知的苏魔眷属的秘密。原来那个眷属子民崇拜的不是苏魔，而是酒。到了探索地下城的日子，早早等候贝尔的莉莉突然被人拽走。贝尔发现莉莉被人威胁后，想要去帮忙，却被之前追杀莉莉的冒险者拦下。冒险者要求贝尔和他合作，算计莉莉一把，还笃定贝尔已经看穿了莉莉的真面目。对于他们来说，支援者就是帮人拎包的废物而已。贝尔一把推开冒险者，果断拒绝。对于他来说，莉莉已经是他的同伴了。贝尔回头，莉莉已经摆脱威胁，出现在他的身后，而且很在意之前的冒险者对他说了什么。贝尔含糊了过去，但莉莉明显心情不佳，嘴里喃喃着时候到了。其实不怪莉莉心急，她的人生过得属实惨。冒险者的父亲死在地下城之后，为了活下去，他不得已做了支援者，整天背着重重的包袱，被冒险者肆意欺压，没有报酬，也没有人权，他不堪忍受这种生活，选择了逃离。但是那群人渣又找上门，毁掉了他栖身的花店，店主对他厌恶不已，莉莉不得已再次成为了那群冒险者的奴隶，所以他非常讨厌冒险者。苏魔眷属的酿酒技术非常高超，就连洛基都赞叹不已。然而市面上贵得离谱又好喝的酒，也不过是他们制作出来的失败品而已。之前说过，苏魔眷属崇拜的不是苏魔神，而是酒，酒指的就是市面上根本找不到的神酒成品，那简直就和毒品一样，只要喝一口，一辈子都戒不掉。所有加入苏魔眷属的人都是为了神酒，因为酿酒很费财力，所以赚钱多的人才能喝上一口完成品，而且只要喝上一口，他们就会为了能有下次拼命赚钱，为此不惜坑害同伴，牺牲别人。这也就是这个眷属的人为什么对金钱如此狂热的原因。从洛基口中得知了苏魔族秘密的艾伊娜心事重重，生怕贝尔身边的莉莉也会为了神酒坑害贝尔。同时，因为昨天莉莉被找麻烦的事，傻白甜贝尔请求赫斯提亚收留莉莉一段时间。赫斯提亚非常严肃地问贝尔，觉得莉莉是否真的可靠？因为根据贝尔之前的描述，莉莉怎么看都非常可疑。面对赫斯提亚的疑问，贝尔只回了一个微笑。第二天地下城，莉莉果然开了大招，她直接忽悠贝尔去了大型怪兽出没的第10层，并以贝尔的匕首攻击距离不足为由，用一把骑士短剑让贝尔将赫斯提亚之刀从难抢的手甲换到了腿上的包里。艾伊娜接到了去巴别塔视察的任务，正准备就莉莉的去向和赫斯提亚聊聊，却正好遇上了前往地下城的艾斯。艾伊娜很感谢艾斯当时救下了贝尔，艾斯却以为贝尔2次逃跑是不喜欢他而苦恼。两人正聊着，就听见一小队冒险者商量着什么算计白毛。再加之莉莉的身份，艾伊娜稍一思量，向艾斯发出了请求。此时的贝尔和莉莉已经到了第10层，贝尔拔出短剑对上从树林中走出的巨大半兽人，结果刚解决了2只后，就发现莉莉不见了，同时引诱怪兽的诱饵
被扔到贝尔脚边，一瞬间数只半兽人朝他围拢过来。疲于应对怪兽的贝尔正在担心莉莉的安危，一根飞剑射来，莉莉蹲在远处抢走了贝尔装着赫斯提亚之刀的包。贝尔还一脸震惊：“大哥，你是真的不知道队友是个25仔吗？”不理会贝尔在身后大喊，莉莉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丝毫不在乎没了刀的贝尔会不会死。他以为之前的冒险者早就把自己的事告诉了贝尔，他只有先下手为强。将刀藏好之后，莉莉快跑离开地下城，卖掉刀之后，他说不定就能凑齐钱。当然，这些钱不是用来买神酒，而是让他脱离苏魔眷属的。然而，莉莉没跑2步就被之前的冒险者绊倒在地，拽起来就是一顿打。他猜到莉莉会在今天对贝尔下手，所以带人在出口蹲守。没想到莉莉这么巧碰到了刀尖上，看得出莉莉之前没少用坑贝尔的招坑别人，今天阴沟里翻船了。但就在冒险者得益于从莉莉身上搜出了这么多宝贝的时候，和他合作的3人组却反水黑吃黑。他们绑来了濒死的杀人蚂蚁，威胁冒险者离开。濒死的杀人蚁会发出让同伴聚集的信号。面对即将聚集的杀人蚁和穷凶极恶3人组，冒险者落荒而逃，却命丧杀人蚁之口。眼看杀人蚁越聚越多，迫于威胁，莉莉交出了藏宝库的钥匙，却没想到人渣出尔反尔，将他扔进了蚂蚁堆里做诱饵，自己的趁机带着宝贝逃走。莉莉彻底陷入了绝望，或许这就是她欺骗了贝尔的报应。她厌恶脆弱、渺小、孤独的自己，这一切终于能结束了。然而就在莉莉即将被杀之际，一道火焰划过，贝尔挺身而出，护在了莉莉身前。巴别塔里，艾伊娜找到了赫斯提亚，希望他可以劝说贝尔离开危险的莉莉，但是赫斯提亚却没有同意，因为贝尔已经下定决心了，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放弃莉莉，因为莉莉看上去实在是太寂寞了。贝尔一口气杀光了所有的杀人蚁，他之所以能够从第10层脱险，是因为有个神秘人的帮助。虽然贝尔因为大雾看不清对方，但那一头飘逸的金发，再加上艾伊娜之前的委托，每救菜金的人又是艾斯没跑了。面对贝尔的救命之恩，莉莉非但不领情，还对着贝尔一通大骂。他做的坏事数不胜数，2次偷刀、私吞报酬、恶意抬价等等等等。他是坏蛋，是小偷。贝尔到底为什么还要救这样的他？然而贝尔只是笑着回答他，没有理由，只是因为对方是莉莉而已。无论怎样，他都会救的。莉莉紧紧搂住贝尔，大哭出声，将自己所有的寂寞委屈全部宣泄而出。离开地下城后，贝尔去找了艾伊娜道谢，并再次邀请莉莉和他一起冒险。就如同2人初见的时候，莉莉向他推销自己一样，牵起贝尔的手，莉莉终于敞开了心扉。与此同时，观察贝尔已久的弗雷亚又开始在暗中搞事了。莉莉本身是小人族，但是拥有兽人族的变身魔法，所以没人能认出她。贝尔带着莉莉去见了赫斯提亚，自己去泡茶，将交谈的空间留给2人。莉莉向赫斯提亚发誓，今后绝不背叛，她的命是贝尔救的，今后也为贝尔而活。话虽如此，赫斯提亚依旧不喜欢莉莉，毕竟之前的背叛不能抹消。虽然贝尔不再追究，但是赫斯提亚看得出，愧疚感已经快把他自己压得喘不过气了。他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在博取同情而已。一番话把莉莉说的耳朵尾巴全耷拉了。赫斯提亚表示自己会代替贝尔惩罚他，不过惩罚内容却是让莉莉看好贝尔，以免这个傻白甜再被别人骗。莉莉当然答应，对赫斯提亚也是感激不尽。不过等到贝尔端茶回来，形势瞬间逆转，赫斯提亚一把搂住贝尔的胳膊，虎视眈眈。他家贝尔就麻烦莉莉照顾了。莉莉急得直接炸毛，冲上去搂住贝尔另一边胳膊，抢男人谁不会？贝尔吓得落荒而逃。不过赫斯提亚和莉莉的关系倒是为此拉近了不少。贝尔逃过修罗场去找艾伊娜，哪成想艾斯也在场，贝尔怂得拔腿就跑，结果一扭头撞上了路人的胸肌，艾斯一个跳跃落到了贝尔面前，他是来归还贝尔掉落的手甲的。果然之前在第10层救人的就是艾斯，他一直以为贝尔见他就跑，是因为当时他放跑了怪兽，让贝尔遭难，于是为此诚恳地向贝尔道了歉，吓得贝尔也赶紧道歉。艾斯夸赞贝尔厉害，才6级就从小菜鸡闯进了第10层，还主动提出指导贝尔战斗。深夜，艾斯穿好铠甲，约贝尔到城墙上练习，但对于要怎么训练，艾斯也不太清楚，于是一脚回旋踢撂倒了贝尔。贝尔这才知道，艾斯看上去高冷，其实是个天然呆，实力自然要在对战中提升的。艾斯拔出剑，只用剑鞘和贝尔对战，贝尔也抽出短刀应战，但是面对艾斯的一步步紧逼，贝尔却害怕了。除了对自己必要的保护，他似乎还在害怕什么。
么东西。艾斯拎着剑鞘对着贝尔就是一削到天亮。与此同时的地下城内，提着重剑的兽人一把捏碎了牛头怪物的斧子，扔给了对方一把大砍刀。他奉了某位大人的命令，再次训练怪物。因为明天休假，于是贝尔决定尽可能前往地下城深处探索。莉莉注意到贝尔最近总是鼻青脸肿的，不过让贝尔糊弄了过去。刚到第10层不久，两人就被一群小怪包围了。莉莉立刻后退射箭支援，贝尔熟练的一刀一个，拓展视野，消除死角。艾斯训练的很有效果，一波小怪之后，又出现了一群巨型半兽人，数量有些多。莉莉提出撤退，重新规划，但贝尔一想到艾斯，二话不说莽了上去。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的话，他是永远也追不上对方的。贝尔最近除了和莉莉闯地下城，就是和艾斯在城墙上训练，然后陷入被打晕吓醒，再被打晕的循环里。艾斯很奇怪，贝尔为什么能这么快的变强？贝尔红着脸支支吾吾，说自己有无论如何都要追赶上的人。艾斯表示理解，他也是一样的。高冷剑姬是个天然呆，因为困了就拿贝尔做午睡的特训，而且真的是秒睡。看着艾斯安静的睡颜，贝尔心脏狂跳，脑子里的小恶魔和小天使开始打架，一个说亲他亲他，一个说放屁放屁。贝尔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凑近艾斯，然后对方的一句等着我的梦话吓得退避三舍。傍晚训练结束，艾斯请贝尔吃炸土豆丸子，好巧不巧，来的居然是赫斯提亚打工的摊子。好家伙，当面 NTR， 贝尔当场石化。一见贝尔真的跟艾斯搞在一起了，气得赫斯提亚跳起来对着贝尔一顿锤。但赫斯提亚并非讲理，他知道贝尔和艾斯在一起是为了训练，而且2天之后洛基眷属就要出门远征了。不过对于贝尔和艾斯的亲密接触还是气，于是严厉警告艾斯不许打他家贝尔的主意。地下城里，兽人终于将牛头怪物训练完毕，而他的第一个开刀对象就是欺负过莉莉的人渣冒险者。贝尔辛辛苦苦打怪升级，一心只想追上女神艾斯，奈何两人实力相差实在太大。就在贝尔还停留在等级1，差点死在第10层的时候，人家艾斯已经突破等级6，单杀37层层主了。这一消息如同当头棒喝，把小白毛刚生出来的可怜妄想打回了现实。似乎无论怎么追赶，他都无法达到艾斯所在的高度。贝尔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还没来得及伤感多久，就被希尔拽到餐厅后厨帮忙洗碗。刘小姐主动上来帮忙，贝尔看出了他曾经是冒险者，于是就问起快速升级的诀窍。刘回答他，光靠打怪是不够的，毕竟不是谁都是十里铺剑神，最快的方式就是越级打怪。虽然风险大，但只要战斗的技巧和策略应用得当就可以做到。可惜技巧和策略这方面正是贝尔的短板，而且相比于单打独斗，冒险者们大多喜欢组队通关，自己的不足之处就由同伴弥补。贝尔如果想要快速变强，以后肯定是要和别人组队的。变强的途径，简而言之就是进行冒险。对每个人来说，冒险的意义不尽相同，但只有真诚的去面对，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希尔在门后默默听着两人的对话，让刘小姐帮一把贝尔，这才是他叫贝尔洗碗的真正原因。今天是特训的最后一天，贝尔第一次对艾斯做出反击，虽然结局还是被痛殴一顿，但是他不再迷茫，无论是否能追赶得上，他都要朝目标追赶。洛基眷属的地下城远征行动正式开始，为了避免上层的混乱情况，他们会分成2队在18层集合，最终目的则是59层。地下城训练牛头人的兽人回到了弗利亚身边，贝尔因为匆匆离开，并没有看自己更新后的状态数值。和莉莉下到第9层后，贝尔感到了不对劲，暗中似乎有视线一直在窥视着自己，而且不管是冒险者还是怪物都少得不正常。没走几步，洞窟深处传来了怪兽的嘶吼声，一只断了脚的牛头人拎着大砍刀走了出来。这种等级的怪物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莉莉赶紧拽着贝尔就要跑，结果一抬头却发现贝尔面露惊恐地定在原地动弹不得。当时被牛头人袭击的场景浮上心头，这才是埋藏在他心中最深层的恐惧。眼看牛头人已经拎着刀朝他们砍来，莉莉一咬牙猛地推开贝尔，爆炸的冲击让贝尔回过神来，但莉莉却负伤倒下了。贝尔见此只好扔下莉莉，自己去吸引牛头人的注意，几发火焰闪电下去，炸起大片烟雾，威力堪比刮痧。牛头人破开烟雾朝他挥刀，贝尔堪堪避开，但还是被余威砸到了墙上，掉落了一地装备。与此同时，前往地下城远征的洛基眷属路过第9层，救下了几名负伤的冒险者，并得知了牛头人出没和贝尔遇险的消息。艾斯听后二话不说赶去支援，以贝尔现在的实力硬刚牛头人无异于
螳臂挡车，除了闪避根本没有其他办法。贝尔大喊着让醒来的莉莉快逃，自己则留下来拖延时间。他原本也是想要逃走的，但是比起恐惧，他更不能放任牛头人去伤害莉莉。贝尔拔出2把匕首横于身前，光凭激动还能撑一阵，但前提是他一下都不能被击中。牛头人挥舞着大剑，凶猛地朝他砍来，贝尔一个不留神就被一口咬着手臂狠狠扔了出去。贝尔疼得爬不起来，但牛头人已经朝他冲来。危急关头，艾斯及时出现，挡在了他身前。回想起艾斯第一次救他的场景，被肆意嘲笑的弱小，他还要被第2个救同一次，永远仰望他吗？强烈的不甘转化成前进的动力。贝尔从地上爬起，如果不能直面恐惧，那他一辈子都追赶不上对方。他推开艾斯，捡起刀，再次站在了牛头人的对面。他的冒险就从现在开始。跟来的洛基眷属认出了贝尔就是当时被艾斯救下的1级小菜鸡，都断定他战胜不了这种怪物，但又明白他为什么不要别人救援。被对方2次看到自己陷入困境，再被救下的话，自尊心要往哪儿放？莉莉一听不干了，拽着伯特恳求他去救救贝尔，因为自己伤势太重，再次陷入昏迷。伯特嘴硬心软，决定去救援贝尔。结果等他把目光投回战场，大家都惊呆了。贝尔灵活地和牛头人缠斗在一起，虽然闪避得很出色，但是攻击却很难奏效。牛头人的肌肉坚硬，难以穿透，就连火焰都破不了防。但贝尔没有放弃，短剑撞在大剑上，随之断裂。贝尔顺着力道在空中旋转，将断刃插在牛头人的手腕狠狠一扭，手腕受到重创的牛头人拿不起大剑。贝尔趁机夺过兵器，在牛头人胸前划出2道深深的伤口。双方拉开距离，紧张对峙，随后齐齐冲向对方。大剑撞在坚硬的牛角上，猛然断裂。贝尔躬身弯腰，另一只手的赫斯提亚之刀直插牛头人腹部，火焰魔法随着刀身深入怪物体内。牛头人的身体像是充气一样迅速膨胀，汹涌的火焰炸开，牛头人化为烟尘消散。贝尔的体力魔力双双枯竭，站着晕了过去。因为衣上全破了，伯特就怂恿里维利亚去偷看贝尔的状态，这一看可不得了，全能力提升至 S 级。昏迷的贝尔被送出地下城，赫斯提亚俯身在贝尔额头上印下一吻。仅仅1个半月，贝尔就从新人小菜鸡升到了等级2，而且还觉醒了新技能英雄愿望。赫斯提亚整装完毕，去参加3月1度的神明聚会，他们会在神会上决定冒险者们的称号。贝尔飞速成长，引起神明圈的轰动。要知道，当年艾斯突破等级2也用了1整年的时间。赫斯提亚和同行的上神御剑雷都信心满满，打算为自己的子民争取一个响亮的称号。贝尔正在家里幻想着自己又霸气又威武的称号，赫斯提亚一路狂奔回来，告诉他：“你的称号叫小小新秀。”说实话，这届神明的起名方式属实有些拉垮。晚上餐厅里，刘和希尔给贝尔张罗了升级的庆祝会。贝尔的名字一出，餐厅的众人都议论纷纷。现在的他已经算是名人了。虽然贝尔实力不差，但刘还是提醒贝尔暂时不要去闯13层以后的中层区域，因为无论是怪兽的强度数量还是出现的频率，中层和上层完全不同，一人单打独斗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刘还是那句话，如果贝尔想要走得更长远，最好还是和别人组队。听到这里，邻座长得不咋地的壮汉凑了上来，大方的表示愿意接受贝尔到自己的队伍，前提是得把贝尔身边的大美女让给他们玩玩。贝尔还没来得及反驳，刘已经上手把壮汉打趴了。壮汉恼羞成怒，打算动手，老板娘一拳捶碎案板，骇人的气势赶走了壮汉团。组队事儿先不提，贝尔的金凯在和牛头人的战斗中报废了。他是真的很中意维尔夫·克洛佐制作的护具，可惜去武器店找了半天，对方似乎已经没在卖了。店铺的老板正和一名铁匠发生争执，贝尔上前询问是否还有维尔夫的护具出售，身旁的红发铁匠哈哈大笑，搬出了自己制作的护具，原来他就是维尔夫本人。维尔夫是个怪人，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姓氏，周围的冒险者也对他避之不及。得知贝尔已经是第2次购买他的护具后，维尔夫提出和贝尔签订契约，这样他就是贝尔的专属锻造师了。他还要加入贝尔的队伍，前往地下城探险。莉莉对莫名其妙加入的维尔夫非常不友好，更是在听到维尔夫姓克洛佐之后瞪大了眼睛。克洛佐家族是曾经以锻造魔剑而闻名于世的锻造世家，不过好景不长，他们因为失去了锻造魔剑的能力，逐渐没落，现在只是个落魄的小家族而已。贝尔还没来得及发表自己的看法，怪物已经破土而出，3人默契配合，打怪升级，轻松解决了几只围过来的小怪。贝尔发现自己升级之后，不管是体术还是魔法都变强了不少。砍完一波怪后，莉
莉莉蹲在地上收集魔晶，果然有了队伍之后，效率大大提升。原本打算等莉莉完事之后就吃饭休息，威尔夫突然发现贝尔的左手正在不断的闪光，而就在此时，一队冒险者惨叫着仓皇逃窜，他们居然引来了一只强大的幼龙。就在莉莉来不及逃走，眼看就要被击中，贝尔情急之下伸出闪光左手，释放火焰魔法，强大的能量从他手心轰出，一击爆头，巨大的魔晶掉落在地。贝尔一脸懵逼地看着自己的手，他原来这么厉害的吗？原来是贝尔无意识触发了英雄愿望的技能，面对不讲理的压倒性强大，仅凭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实现逆转。这就是憧憬着英雄的贝尔被赠予的礼物。贝尔问起关于克洛佐家族的事儿，为了避免贝尔再被骗，赫斯提亚当然是好好打听了一番。虽然关于克洛佐家族已经没落，但是威尔夫本人其实可以打造非常强力的魔剑，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制作。一句话概括就是锻造技术一流，却另有隐情。第二天，因为莉莉休息，威尔夫就把贝尔带到了自己的工坊，为他换新装备和武器，这多少有些试探的因素在里面。威尔夫知道赫斯提亚在到处打听自己的事儿，也明白贝尔已经对自己能够打造魔剑的事心知肚明，但是贝尔对此却只字不提，不仅没让他打造魔剑，甚至态度也没有丝毫改变，这让威尔夫是又感动又愧疚，于是主动提出将贝尔之前击败牛头人掉落的脚做成武器。因为有打造魔剑的手艺在手，威尔夫并不缺顾客，但是他本人非常讨厌魔剑，武器应该是冒险者的半身，而不是单纯的道具和发击的手段。虽然魔剑上附着的魔法让他威力强大，但是次数一旦用尽就会粉身碎骨，魔剑的力量只会腐化他人，耗尽使用者的矜持和锻造者的自豪。一旦得知他不再制作魔剑后，所有的顾客都离他而去，没有人在意他本身高超的锻造技术，直到他遇上了贝尔。故事讲完了，贝尔的小刀也打造完毕，威尔夫给刀起名牛肉丸，两人的关系也就此亲密起来。威尔夫加入之后，贝尔总算是组建起了一支小队。有了小队之后，贝尔信心满满的朝地下城中层进发，并按照艾伊娜的建议穿戴了防火的火蜥蜴披风。赫斯提亚前往巴别塔打工还债，正好遇上剑狱雷送自己的眷属进入地下层中层。虽然贝尔已经是等级2的冒险者，但是对于这次的冒险，赫斯提亚还是担心不已。上神赫尔墨斯云游归来，一进城就盯上了赫斯提亚。赫尔墨斯眷属团团长亚斯菲调查了贝尔，发现其他的冒险者对贝尔都颇有微词，觉得他能斩杀牛头人成功升级，不是沾了洛基眷属的光，就是做了什么手脚。赫尔墨斯显然对贝尔非常感兴趣，而且还是和餐厅的大家非常熟络。地下城里的贝尔小队配合默契地完成了13层的第一站，正被一群长得像贝尔一样的兔子围殴，而遇见雷的那群眷属也遇上了麻烦。队伍里的志愿者千草受了重伤，地狱猎犬在身后穷追不舍，即使队里有和贝尔同一天升级的大和命断后，情况依旧不容乐观。疲于逃命的他们正好遇上贝尔一行，为了尽快脱险，队长樱花居然直接下令从贝尔当中冲了出去，将身后的怪兽推给了他们。地狱猎犬咆哮着冲向贝尔小队，三人只好转身就逃。贝尔转身释放火焰拦下狗群，但还是有几只高高跃起冲向后方。虽然贝尔及时回撤救下莉莉，但威尔夫的手臂还是被抓伤了。怪物越聚越多，前后夹击地朝他们扑来。贝尔想起了当时刘小姐的话，地下城是可怕的对手，当他们单独来袭时或许微不足道，但是只要不断积累，就会形成让人难以承受的重压。立足未稳的冒险者们无法立刻重振旗鼓，就会被地下城所露出的獠牙吞噬。贝尔此时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绝境，无数的怪物将他们团团围住，不留丝毫喘息之机。祸不单行，洞窟顶部的石壁在怪物的冲击下轰然坍塌，滚滚碎石砸下，将三人淹没。贝尔不顾自身安危，爬起来一看，倒霉的威尔夫又被砸断了腿。地狱猎犬站在废墟之上，张口吐出熊熊火焰。一直没能等到贝尔回来的赫斯提亚心神不宁，冲进工会询问贝尔下落无果，却见到了来谢罪的剑狱雷。剑狱雷将他的眷属把怪物推给贝尔逃生的事告诉了赫斯提亚，也就是说，现在贝尔身处险境，虽然心里对樱花等人的做法不耻，但为了营救贝尔，赫斯提亚愿意化干戈为玉帛，向剑狱雷的眷属寻求帮助，帮他找回贝尔。虽说要组成救援队，但是中层的难度可不是闹着玩的。赫菲斯多斯倒是想帮忙，但是他这的高手都跟着洛基眷属远征了，剑狱雷这边能派出的高手也只有樱花、命以及支援者千草。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赫尔墨斯带着斯菲亚走了进来，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赫
赫斯提亚坚持要一起去。虽然地下城上神禁止进入，但是他只有亲眼看到贝尔没事才会安心。赫尔墨斯也因为他们的目的跟着一起去。赫菲拜托赫斯提亚在见到他眷属维尔夫之后，交给他一样东西。中层的难度不是闹着玩的，再加上还要保护2个没有神力的上神。于是赫尔墨斯跑去了餐厅，向老板娘借来了曾为冒险者的刘小姐。此时在地下城的贝尔小队狼狈不堪，要不是火蜥蜴披风，他们刚才就被地狱泉的火烧死了。原本13层就危险重重，因为坍塌，他们直接掉了2层，来到了第15层。威尔夫行动不便，四周危机四伏，他们还再次走到了死路。莉莉一咬牙，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继续往下走去18层。18层是地下城中不会存在怪兽的几个安全区之一，只要在那里遇到要回地面的冒险者，他们就能安全返回，可以利用纵穴直通下层。最需要担心的17层层主歌利亚，应该已经被远征队的洛基眷属打倒了。怪物的重生需要时间，他们可以试着赌一把。反正已经走投无路，贝尔也只能冒险前往。莉莉带着恶臭袋驱散周围的怪兽，再加上威尔夫的魔法技能，一切还算顺利。然而好景不长，臭味袋用光之后，怪物瞬间聚拢而来，还是凶残的牛头人。贝尔已经不再惧怕，抽起2把匕首冲上前，2下解决了一只牛头人，紧接着捡起大斧，英雄愿力在手中蓄力。贝尔持斧冲上，掀起滚滚烟尘，3只怪物牛头被一招秒。这一下，威尔夫是彻底相信贝尔在等级1时击败牛头人的壮举了。然而一次性对战4只，贝尔的体力还是损耗了不少，拦路的怪兽越来越多，3人小队累得气喘吁吁。如果不能尽快打到第18层，他们都要死在这里。救援队总算集结完毕，进入地下城。亚斯菲和刘实力惊人，小队很快就到达了贝尔小队遇到的坍塌地点。赫斯提亚因为发现了贝尔的刀，焦心不已。刘爬上废墟查看了一番，发现了小队的踪迹。他们在这里遗失了大量装备后离开了。斯菲亚判断小队在这种绝境下，如果没有死，就应该放弃了返回地面的选择，转而通过洞穴前往第18层。路上，赫斯提亚问起赫尔墨斯支援的原因，他可不相信这是什么神友之间的羁绊。赫尔墨斯只好老实交代，他是受某人所托前来看望贝尔的。同时，他也想知道贝尔是否真的拥有承受10代重任的气量。而此时，在16层的贝尔小队，威尔夫魔力耗尽晕倒，莉莉也体力不支陷入昏迷。贝尔走投无路，只好收拾好重要物品，拖着2名队友冲进第17层，一路走来步履蹒跚。莉莉体型小还好说，威尔夫比他还壮，夹在胳肢窝里都2脚拖地。17层里空空荡荡，全都在叹息之壁的笼罩下。想起莉莉曾经说过的层主歌利亚已经被洛基眷属打倒，贝尔一咬牙，拖家带口加速朝下一层的出口赶去。然而刚走到一半，叹息之壁轰然碎裂，巨人歌利亚重生破墙而出。贝尔仓皇躲避着飞溅的巨石，面对着咆哮的歌利亚，贝尔强迫自己跑起来，不然他们都会死在这里。在主角光环的庇护之下，贝尔在被巨拳砸中的前1秒，带着队友冲进了下一层入口。贝尔迷迷糊糊摔到了铺满阳光的草地上，眼前出现了一个人影，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请求对方救救自己的同伴，便彻底力竭，陷入了昏迷。等到贝尔再次醒来，他已经身处洛基眷属的营地之中，身边还有艾斯女神精心呵护。贝尔运气够好，洛基眷属远征归来，正好在18层停留休整。一看自己的同伴没事，贝尔松了一口气，跟着艾斯去见了洛基眷属的团长丹娜。丹娜对贝尔才进入中层第1天就能达到18层表示赞赏，因为同伴中毒，他们会在18层停留几日，就让贝尔在他们这里安心休养。一出门，贝尔又遇上了洛基眷属的黑皮姐妹花，被狠狠调戏了一顿。和艾斯一起漫步在森林中，贝尔正好奇地下城哪来的阳光，抬头一看，好家伙，穹顶上镶嵌的全都是熠熠生辉的水晶，这也是18层被称为迷宫乐园的原因。水晶的光芒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地下城的夜晚也随之来临。贝尔回到帐篷，正巧威尔夫和莉莉苏醒了，得知自己昏迷后是贝尔一路将他们带回到这里，2人都非常愧疚，但如果不是团队的力量，他们或许早就已经死了。晚饭时间，丹娜将贝尔小队介绍给了其他冒险者，众人其乐融融地吃着晚餐。姐妹花又过来调戏贝尔，这让艾斯有些轻微的不爽。艳福不浅的贝尔急得满头是汗，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大喊。贝尔跑过去一看，从入口滚进来的人不正是他家上神吗？赫斯提亚一见贝尔没事，扑上去喜极而泣，结果还没亲热几下就被莉莉拽开了。救援队的其他成员也随即而至，一见到把他们害到如此地步的剑狱雷眷属，威尔夫和莉莉就神色不善，命本来就对为樱花做出的决定心怀愧疚，
上来就是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礼，反倒樱花不觉得当时他的决定有错，比起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同伴的命要更加重要。这态度让威尔夫看得非常不爽，还是贝尔从中调停。如果当时场面互换，他为了同伴或许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所以这笔账从此一笔勾销，他们互不相欠。既然要救的人找到了，那自然要考虑回地面的事儿。后天洛基眷属会启程返回地面，等到先锋团击败歌利亚后，他们就动身离开。赫斯提亚将赫菲斯托斯拜托他带来的武器和画转交给维尔夫。晚上睡不着的贝尔和艾斯在水晶穹顶下聊着天，因为明天有一天的空闲时间，艾斯提议贝尔可以去城镇里逛逛。结果刚说完就被醋意大发的赫斯提亚当场捉奸。贝尔这边美女吃醋，威尔夫却抱着白布赫菲带给他的武器心烦意乱。当时他明确的和赫菲表示自己不会再制作魔剑，赫菲没有反对，只是告诫他如果获得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就一定会后悔自己没有使用那份力量，请不要把自己的执念和同伴放在天平上比较。贝尔刚进城镇，就好巧不巧撞上了之前在餐厅挑衅过他们的壮汉三人组。壮汉一见送上门来的机会，正揪着贝尔的领子打算教训一番，就看见了身后的艾斯和洛基眷属，于是一下子就怂了。赫斯提亚买了死贵的香水，莉莉买了死贵的背包，两个人又日常吵了起来。黑皮姐妹花组织姐妹们一起去洗澡，赫尔墨斯和贝尔说悄悄话，说火影帝有事找他。于是取解毒剂的伯特刚回来，就看见了贝尔被赫尔墨斯拉走的场景，吓得直接炸毛。赫尔墨斯找贝尔干什么？当然是偷窥女孩子们洗澡了。看着湖里赤身裸体大脑的女孩子们，贝尔脑袋当场宕机，赫尔墨斯却是理直气壮，偷窥可是男人的浪漫。贝尔愣住了，因为他的爷爷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好家伙，你爷爷都在教你些什么呀？贝尔试图阻拦赫尔墨斯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结果赫尔墨斯一个转身，贝尔啪叽从树上摔进了湖里。这下倒好，近距离看光了所有女孩子。贝尔倒更像是被非礼的那个，急得轻功水上漂的使出来了，边道歉边拔腿跑路，结果跑着跑着迷了路，又撞破了刘小姐的沐浴现场，差点被对方一击爆头。刘原谅了贝尔的无心之举，倒是贝尔非常愧疚，更别提刘还是为了救他才来的。刘觉得贝尔没必要一直贬低自己，他原本也会隔段时间来一趟，为死在这里的同族献花。刘还是冒险者的时候，他们的小队陷入了敌对势力针对他们的陷阱中，除了他，同伴们全部都牺牲了。为了给同伴们报仇，他成了一名被工会通缉的杀手，用尽各种手段毁灭了一整个敌对的眷族，自己也身受重伤，倒在了一条巷子里。就在他打算一死了之时，希尔发现了他。老板娘在得知了一切之后，仍旧收留了他。刘觉得自己这种危险人物辜负了贝尔的信任，贝尔同样叫他不要妄自菲薄贬低自己，否则他会生气的。刘转身握住贝尔的手，发下一张好人卡。酒馆里壮汉喝着闷酒，大骂贝尔，要是不想办法教训一下对方，他就出不了这口恶气。而就在这时，一双手掀开了酒馆营长。第二天，洛基眷属的先行部队离开，贝尔依依不舍地送别了艾斯，转头进帐篷发现赫斯提亚被绑架了，绑匪留下字条让他去巨大的水晶柱下找人。贝尔心急火燎地赶往约定地点，正巧被林中训练的樱花看见。到达地点之后，贝尔被壮汉带到了一处决斗场，要求贝尔跟他进行1v1的决斗，如果贝尔输了，就要把身上的装备全部给他。至于赫斯提亚，他自然是不敢对神明做些什么，只是让两个小弟把人绑在树上而已。贝尔为了赫斯提亚，当然不会退缩。然而就在他拔出匕首准备应战之时，眼前的壮汉一砸地上的水晶粉末，居然就凭空消失了。贝尔慌乱之际，无形的拳头重重砸在他的脸上，紧接着贝尔被隐形的大汉拎起来一顿痛殴，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周围的乌合之众跟着起哄，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在不远处看得津津有味的赫尔墨斯。那一晚的酒馆里，他将能隐身的道具哈迪斯头盔给了壮汉。他这么做并不是讨厌贝尔，而是想让他早点认识到人性的险恶。如果他因此就一蹶不振，只能说明他的能力就到这里了。就在贝尔被抱走之时，樱花带着队员们赶来救援。守着赫斯提亚的同伴听到动静跑去凑热闹，变成兔子循着气味找来的莉莉趁机救下了赫斯提亚。小队成员虽然厉害，但是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威尔夫未曾露面的武器不慎被对手扫下悬崖，关键时刻刘小姐战力上线，场内挨打的贝尔也开始觉醒，他伸手挡下了一击无形的攻击。壮汉大惊，就在他以为对方是偶然的侥幸之举时，贝尔又是一个翻身躲开了第二下锤击。贝尔自然是看不见的，他只是感受到了对方恶意的视线，接连躲开几次攻击后，壮汉恼羞成怒，拔出长剑就要杀死贝尔。贝尔再次翻身躲避，短刀撞碎了水晶，他顺势扬起粉末朝着
壮汉撒去，架起双刀砍碎了壮汉的剑尖，紧接着飞起一脚正中对方脑袋，踹下了哈迪斯头盔之后，壮汉的隐身技能失效，面露凶恶的砍向贝尔。专职刺客的贝尔力气属实不大，眼看着锋利的剑锋刮破了贝尔的脸颊，赶来的赫斯提亚急得直接解放神翼，光芒笼罩之下，神明的面容变得无比威严。赫斯提亚逼退了这群乌合之众，冲上去抱紧了贝尔。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完美解决之时，突然一阵剧烈的地动山摇，顿时天色无光，水晶铸就的崖壁轰然碎裂，17层阶层主歌利亚居然突破层级掉下了18层，同时各种怪物肆虐，将冒险者们逼得仓皇逃窜。地下城积攒已久的恶意在这一刻尽数喷涌而出，贝尔小队未被波及，大可趁此机会一走了之，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战斗到底。贝尔不计前嫌地救下了被牛头人围攻的壮汉，艾斯菲找到独眼的负责人，让他把人和武器聚集起来，离开的路已经被封死了，他们除了打倒歌利亚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冒险者虽然卑鄙粗鲁，但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很快集结了所有的成员，打算和歌利亚殊死一战。贝尔小队在前方和歌利亚缠斗着，但是除了刘的攻击能奏效，其他人完全就是在刮痧。毕竟这只怪物的潜在等级已经达到了5。亚斯菲和刘擦肩交代战术，镇上的魔法师已经集结咏唱魔法，他们需要吸引歌利亚的注意，给法师时间读条。临时拼凑的队伍也不管什么配合，能用的技能就全用上，不然死的就是他们。冒险者们前仆后继地冲向歌利亚，贝尔锋利的刀在歌利亚的腿上划出长长的血痕。法师读条完成，负责人立即指挥前锋后撤，数道攻击齐齐轰在歌利亚身上，冰霜火焰闪电剑气，在法师的合力群殴之下，歌利亚浑身是伤，动弹不得，下巴掉了一地。然而就在冒险者冲上打算一口气将其解决之时，刘突然发现了不对，只见原本重伤的歌利亚居然自我再生了，他双手成拳重重砸下，地板轰然碎裂，扬起大片尘埃，几乎所有靠近的冒险者都在这一击之下倒地不起。贝尔踉跄的爬起，世界变成了一片鲜红，战力所剩无几，刘只好拜托贝尔去拦下周围的小怪，他和亚斯菲上前对战歌利亚，让法师进行下一步蓄能。刘如同疾风不断朝着歌利亚的脸部发起冲击，所到之处山石碎裂，几乎没有人能看清他的动作。樱花让千草拿来自己的盾，他不想成为看到别人牺牲而无动于衷的混蛋，即使知道自己要死，他也不能再退缩了。贝尔的手上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芒，英雄愿望蓄能完毕。贝尔张开左手，可怕的能量从掌心激射而出，一路碾压歌利亚吐出的可怕音波，轰碎了对方的半个脑袋。然而硬吃了一击的歌利亚没有丝毫动摇，大张的嘴里吐出的音波掀飞贝尔，扬起巴掌就朝着毫不设防的贝尔扇去。刘静的大喊出声，贝尔肉体凡胎，挨下这一击非死不可。千钧一发之际，樱花迟钝冲到了歌利亚和贝尔之间，强行减缓了贝尔受到的冲击，两人同时被掀飞，身负重伤。刘对贝尔的状况担心不已，但赫斯提亚让他只管去攻击，他坚信贝尔无论多少次都会醒来，然后打倒那些怪物。他们能做的就是为贝尔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赫斯提亚的一声声呼唤，贝尔自然是听见了，他的意识清醒，身体却动弹不得。赫尔墨斯从林中走出，他的话语和记忆中的爷爷重叠在一起，有资格成为英雄的都是赌上性命之人，为了保护同伴和红颜赌上自己，即使失败也没有关系，胜者永远存在于败者之中。贯彻愿望，喊出梦想，这样才是最帅气的男子汉。滚滚烟尘之中，白发的少年提刀而上，贝尔解除界限，浑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冒险者们拦下了冲向贝尔的野兽，如同疾风的刘小姐，一边吟唱着繁复的咒语，一边在歌利亚面前上下翻飞。亚斯菲变出飞行道具，一脚燃烧歌利亚的双眼。刘的技能读条完毕，光明之风如同炮弹一般砸向歌利亚，歌利亚进入暴走状态，将毫不设防的刘一掌拍飞。巨大的法阵在歌利亚的脚下张开，命使出重力结界将巨人极限压缩。亚斯菲趁机救下刘，结界很快支撑不住碎裂。然而贝尔的蓄能还未完成，威尔夫扛着终于显露真身的魔剑闯入，剑身汹涌出澎湃的火焰，如同核爆一样在歌利亚面前炸开。这就是威尔夫打造的魔剑，超越原版，威力惊人。魔剑在眼前碎裂，但此时的威尔夫心里已经没有了执念。魔剑的可怕伤害在庞然大物的身上依旧微乎其微。歌利亚咆哮着冲出火焰，贝尔睁开双眼，抄起长刀冲向歌利亚，如同解放了一切限制的纯白神明。汹涌的白光淹没了一切，等到光芒散去，贝尔的长刀化为灰烬。然而就是这英雄的一击，却依旧没能使歌利亚魂飞魄散。眼看他的身体即将再生，贝尔跃下深坑，赫斯提亚之刀猛地插入巨大的魔晶中，无形的斩击自上而下将巨人的半身贯穿。不祥的红光散去，18层又恢复了往日的平和。
贝尔做到了。他真的击杀了这可怕的怪物，同伴们兴奋地围拢而至，再没人敢小瞧这位小小新秀。憧憬英雄的少年最终成为了英雄，目睹了一切的赫尔墨斯振臂高呼，他见证到了宙斯的孙子，那个眷属留下的最后英雄的诞生。欧里拉大陆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这些人终将谱写出辉煌的英雄故事。地下城邂逅第1季完结，接下来是福利满满的 OVA 放送。话说小队离开18层后前往地面，贝尔在斩杀歌利亚之后能力再次大幅提升，曾经追着他抱头鼠窜的怪物都不再是威胁。看着贝尔被别的男女围在中间，赫斯提亚吃味不已，在一旁踹石头生闷气，结果大力金刚脚一脚下去踹出了地下城未开拓区域。闻到了什么的命突然激动起来，撒丫子就往洞里冲。众人担心他遇到危险，也跟了上去。只见眼前翠竹汤池，这片未开拓的区域居然是一处温泉圣地。作为霓虹金，命对温泉有着可怕的执念，当场埋头大喝几口温泉水品味。大家也都想好好放松一下，但是因为18层的时候出了赫尔墨斯教坏贝尔偷跟女生洗澡的事，女孩子们根本没法安心入狱。刘表示穿上泳衣不就得了，但是泳衣要怎么做？赫尔墨斯得意一笑，猛地掀开亚斯菲的斗篷，他为此早有准备，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神。拿到各自的泳衣之后，女孩子们躲到岩石后面更衣，赫尔墨斯蹲在地上给几个大男人描述女性的尺寸，说的几个纯情少年面红耳赤，特别是赫斯提亚，最大尺寸的泳衣居然被他撑破了，没泳衣穿，这下出大问题。亚斯菲计上心头，叫来了维尔夫，让他用现成的草和水晶帮赫斯提亚重新缝制了一套泳衣。谁能想到锻造师居然还能这么用？维尔夫捏着针线，直接怀疑人生，泡进了舒服的温泉里。飞机场千草，左看看有料的亚斯菲，右看看傲人的赫斯提亚，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三个大男人坐在一起看戏，贝尔被赫斯提亚叫走去探险，樱花也被千草带到温泉的源头疗养伤口。光疗伤就算了，关键是身边还有3个穿着泳衣的长腿小姐姐，这谁能顶得住？泡在沸水里的樱花气血上涌，无福消受，当场翻着白眼晕倒。唯一被遗忘的威尔夫委委屈屈坐在荷叶上，唯一没换衣服的刘飘了过来。他总觉得这温泉不简单，于是保持着警戒，虽然啥也没漏，但是一瞧见刘的灯笼裤，威尔夫就冷静不下来，当场欲火化为动力，掏出锤子开始在石壁上刻自家上神赫菲斯托斯的雕像。前有樱花看腿晕倒，后有威尔夫砸墙泄欲。贝尔的操作更是顶级，好不容易熬到2人相处。赫斯提亚说：“我冷，我们抱在一起取暖吧。”贝尔转头就跑，冷的话他去多叫几个人，人多了就热闹了，气得赫斯提亚无能狂怒，一群不解风情的直男罢了。贝尔一趟回来带回了赫斯提亚最大的威胁莉莉，不过好在莉莉出去喝水，赫斯提亚趁机把贝尔拉到洞窟深处，十指相扣就要来个深情告白。然而赫斯提亚我喜欢你刚说到一半，洞窟石壁突然开裂，一大群灯笼鱼怪兽咆哮着朝他们冲来，贝尔抱起赫斯提亚拔腿就跑。与此同时，温泉的水变成了可怕的红色，大家的浴衣居然全部都被溶解了。贝尔不慎摔倒，泡在水里的赫斯提亚也瞬间走光。然而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贝尔没有武器傍身，火焰魔法也没能命中，眼看着就要葬身鱼口。刘及时赶到救下了2人。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贝尔的右手再次发出光芒，洞窟的中央猛地坍塌，一只巨大的灯笼鱼之王肆意地破坏着周围的一切。贝尔灵活闪避着触手冲向对方，火焰闪电在手中凝聚，对着怪物张开的血盆大口激射而出，灯笼鱼当场爆炸，在原地留下了深深的坑洞。危机完美解除，但贝尔的裤子也被溶解，当场走光。结果这温泉也是魔物的陷阱，走进来的冒险者都命丧于此，这片区域才没有被发现。温泉之旅结束，众人终于回到了阳光普照的地面，除了留在温泉石壁上穿着灯笼裤的赫菲斯托斯雕像。